最近，很多人都将目光聚集到了东欧，乌克兰正在对顿巴斯地区进行进攻。本来这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冲突，但是由于北约和俄罗斯的存在，让整个东欧局势变得非常的复杂。可以说，乌克兰稍有不慎，将很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令整个欧洲都陷入战争的阴影之中。众所周知，北约和俄罗斯的矛盾其实主要就是美俄两国之间的矛盾。作为北约的主心骨，美国和俄罗斯博弈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都还算有所克制。最近，美国和北约的做法或许将会打破这种平衡。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条红线，这个和俄罗斯有着复杂关系的近邻加入北约，对俄而言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现在，美国就在极力的促成这件事，并且乌克兰有美国和北约撑腰之后，气焰越来越嚣张，不仅对顿巴斯地区再度发起进攻，还叫嚣他们的导弹射程已经覆盖莫斯科。据报道，乌克兰正在向顿巴斯地区运送大量的坦克、自行火炮以及火箭炮，似乎准备在年底之前彻底控制这一地区。而美军似乎也行动了起来。据称，有一支400人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出现在顿巴斯地区附近，随时可能加入乌军进行战斗。在鉴于该地区有着大量的俄罗斯公民，乌克兰的行动很可能会激化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军队也为此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俄媒爆料称，大量的俄罗斯坦克正在向乌克兰边境靠拢，防止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挑衅和侵略。同时，俄罗斯海军也没闲着。据报道，大约15艘俄罗斯军舰正在向地中海集结。有希腊媒体分析，这次俄罗斯舰队的目标是美国海军。在乌克兰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俄罗斯海军不得不重视对地中海地区的防御。俄罗斯军事专家尤里内特卡乔夫表示，美国舰队可以在地中海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支援，他们配备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能够穿越整个黑海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对顿涅茨克地区进行打击。俄罗斯不得不防。从美俄之间日渐激烈的博弈来看，乌克兰就是目前双方博弈的中心。一旦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有越线行为或者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行动。所以希望北约和乌克兰保持克制，不要再试图挑衅俄罗斯。毕竟战争对于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据媒体报道，由我国为孟加拉国承建的帕亚拉大桥在近日通车。孟加拉国总理亲自为通车仪式剪彩，并感谢中国在孟加拉国基础建设的过程中提供的巨大帮助。这座大桥的位置是孟加拉国地理环境最为复杂、气候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可以说是孟加拉国内最难修建的大桥。但我国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预计好的时间内为孟加拉国成功建设了这座大桥，更是创造了孟加拉国多项纪录。众所周知，孟加拉国是一个河流众多的国家，在这座大桥通车后，对孟加拉国南北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还能够帮助孟加拉人民交通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而且我国在孟加拉国建设的这座大桥非常的美观和大气，甚至成为了孟加拉国人民观光旅游的焦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同时还在为孟加拉国修建最大的单体桥梁帕德玛大桥。该桥更是作为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无比的重要，是连接中国及东南亚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孟加拉国甚至为此座大桥筹集了300亿的资金。帕德玛大桥更是孟加拉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可惠及近上亿民众，但同样其建造难度也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国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已经完成了大桥的大部分修建。对此，有孟加拉国民众就表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友好的国家，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非常感谢中国，希望永远的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一起发展和进步。随着我国在国外为无数国家建造起了一座又一座不可思议的建筑，我国的基建能力也让全世界赞叹不已。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建专家和民众都无法想象出，中国基建又成为了我们一张耀眼的名片。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主动请求我国帮助他们修建基础设施，其中不乏有科技先进的世界强国。在得知这些消息后，引起了印度网友的激烈讨论。有印度网友愤慨地表示，一座通车的大桥，一座即将完工的大桥，这2座桥都是中国建设的，将为孟加拉国带去无数的赚钱机会。孟加拉国在中国的帮助下，经济已经比印度还要好了。印度太傻了，竟然不和中国友好合作。的确，只要对我国有善意，愿意欢迎我国，我国就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建设和进步。而且发展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难怪印度人在看到中国为孟加拉国修建的最难和最长的大桥陆续完工后，又再次酸了。事情最开始或许要从2010年进行追溯了。当时津巴布韦请求中国实施农业援助，随后中国本着授人以渔的心态，在该国首都哈拉雷成立技术示范中心。7年之后，2017年，津巴布韦的饥饿问题才得到初步缓解。如果不是去查了一下津巴布韦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可能真的看不到这到底有什么问题。一查才发现，津巴布韦它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全年年均气温22度，最高温不过32度，降雨充沛，光照良好，气温适宜，这也成为了它土地肥沃的天然因素。一个土地肥沃的地区，怎么就能常年饥饿呢？甚至可耕种面积达到5亿，人均耕地70亩。是的，没看错，人均，这都能饿死人，是不是他们太懒了呢？还真不是。颇为讽刺的是，它被国际上称为非洲粮仓，但津巴布韦人的好处却丝毫没有捞到。在1980年，津巴布韦人赶跑了西方殖民者，但殖民者的商业团队却早就在这其中埋下了地雷。津巴布韦人能够拥有的耕地仅为全国的20%，而且还是相对贫瘠的一部分土地。而西方殖民者借着商业购买的名头，坐拥津巴布韦80%的耕地面积。这个数据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津巴布韦坐拥大量耕地，却依旧能饿死人。毕竟西方殖民者可从来不把这些原住民当人看。津巴布韦不是没想过改变这个情况，但很快就遭到了西方的降维打击，贫困、疾病、暴力、动乱开始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要事件，而西方利用对粮食的垄断式控制，高高在上的操纵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而这一切因为中国的介入开始有了好转，利用更加优秀的农业技术，大批量的培训当地人对农业的知识，很快改变了当地农业产出的限制，而这在不知不觉间彻底打断了西方殖民者的命根子。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15年的时候，我国一家前往津巴布韦合作的企业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农业企业，年产粮食2万吨，各类经济作物比如烟草和玉米达到了6000多吨。而到了2012年，有数据显示，尽管极端天气增加，但津巴布韦全国光是玉米产量就达到了250万吨，短短几年时间实现了质的突破。中国人单纯在非洲种个地，就实现了对西方殖民者的降维打击。对于这一点，津巴布韦人很高兴，能吃饱还能赚钱，周边国家的人也很高兴，部分农业技术也在向各国传播，唯独西方殖民者很生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殖民集团为首的美国开始在津巴布韦当地收买媒体，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抹黑谣言，试图破坏中国在非洲的种地行为。而揭露此事的恰恰是津巴布韦主流媒体先驱报。该媒体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这是在离间中非合作，推选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上台。在10月28日，有外媒注意到，社交媒体上有一段关于俄军军列向俄乌边境行驶的视频画面。据拍摄者称，自己是在俄罗斯西部的布良斯克居民，而他在当天注意到附近的铁道出现了飞速驶过一列满载施工设备、主战装甲和卡车的军用列车，随即决定将其拍摄下来。视频传出之后，很快吸引到了各界的关注。局势的突然变化其实是从2天前开始的，也就是10月26日，乌克兰一再无视俄罗斯要求和平处理顿巴斯问题的提议，擅自安排前线士兵利用从土耳其引入的 TB2 无人机向顿巴斯的一处火炮阵地发起袭击。光从结果上来说，这次袭击确实没有造成太大伤亡，仅榴弹炮身边的2名士兵受伤，但是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完全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冲突事件。这是乌克兰第一次在边境局势问题上使用无人机进行袭击。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仗着有北约撑腰，贸然向顿巴斯发起攻击，大军直接逼近俄乌边境，导致俄罗斯调集3个集团军，分别在3个方向进行部署。但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法国人率先给北约做了个榜样。面对新月赶赴法国求援的乌克兰总统，说出了经典的一番话：北约支持乌克兰法理上对顿巴斯的管辖，换句话说，就是你说啥我们都同意，但你要打仗就请你自己上。面对法国人的投降宣言，乌克兰也只好偃旗息鼓，俄乌局势也开始逐步平息。然而时隔半年，乌克兰再次贸然挑起战火，让很多观察人士都十分好奇，乌克兰是否已经找好了一个足够粗的大腿，可以让他有底气面对俄罗斯的冰封。
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这一次突然挑起战火，核心就在于俄罗斯与欧盟的北溪2号管道项目。后者的建设绕开了乌克兰领土，从海上通往欧洲腹地，这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乌克兰在战略位置上对俄罗斯的牵制。因此，美国在这个紧张局势里面，大概率是有出过力的。相比于乌克兰，俄罗斯的强势反应就更加有意思。有相关人士分析认为，这是普京想要的杀鸡儆猴。在北溪2号管道项目上，尽管欧盟本来就是受益者，但是内部却有一些美国傀儡在疯狂搞事，上蹿下跳，挑拨本就敏感的欧俄关系。如果能借着这次乌克兰的小动作，适当出一下手，或许可以有效震慑欧洲的一些亲美势力，减少对该项目的干涉。而按照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或许是在关键时刻为俄罗斯送上了一份天赐良机。